李长寿则是闭目凝神，寻找着后土之事的解决之道。这算是他自洪荒修行以来面对的最为棘手也最难处置的问题。算计谋算全然无用，甚至不知自己该做到哪种程度。后土娘娘这种情形，用女娲娘娘的话来说，就是替无尽生灵承受了七情之念，而让自身陷入崩溃的边缘，诞生了7只化身。这些化身都是后土娘娘自身七情所化。在李长寿的理解来看，这是后土娘娘将自己一个完整的人格根据七情拆分成了7个人格。不错，这就是人格分裂。李长寿在古籍上看到过不少炼气士人格分裂的例子，许多炼气士的心魔就是因为一直压抑躲避某种情绪，进而产生了扭曲的人格。这种人格分裂与洪荒主流的化身之道完全不同，前者是不受控制的，后者则是以炼气士自身的意志为主。最先走出的3个七情化身分别为哀、欲、恶，这其实也很好理解。抵达6道轮回盘的生灵魂魄，绝大多数都带着因死而产生的哀，而欲望是生灵无法回避的东西，甚至可以算是生灵的基本驱动力。恶往往与之有所关联。将七情都疏解了，是否就可以让后土娘娘从这般痛苦中挣脱出来呢？李长寿放了半束心神在小琼峰密室中，摊开一张白纸，开始用老办法整理思路。女娲圣人的一句提醒，在李长寿看来至关重要。他真正的优势就在于洪荒原级生灵所没有的奇怪想法。神通法力，当前的洪荒中谁还能够超过圣人呢？若是神通法术能帮上后土娘娘，其他圣人会如何做，李长寿也不敢妄言。但是女娲圣人明确表露过，她若是能够出手，自不会袖手旁观。毕竟后土与她曾是对手，也曾为好友。临近煎熬岛，李长寿突然叹了口气，玄都大法师温声问：怎么了？我突然有些感慨。常听人说，好人定有好报，可是后土娘娘为了众生牺牲自我，化作6道轮回盘后，却又不断承受着众生反赠的痛苦。这看似美好的3界，多数人的幸福却需要少数生灵去承受痛苦。当真不知该如何评说此事。怎么突然这般深邃？长寿长庚啊。我在。这就是道。李长寿不由一愣，站在大法师身旁出神许久，随后哑然失笑。他摇身一变，化作了白发白袍天庭水神的模样。师兄，我有疑问。讲。道所显，可有对错？可有正逆？可有善恶？自是没有的。道与你我无关，你我不过并道而行，寻道之始终。但师兄，生灵有对错，也有善恶，生灵可为一道？这次换作大法师一愣，负手沉思良久，而后哑然失笑，继续温声道：若以万千生灵论，生老病死七情六欲自是大道，但以单个生灵论，它是大道与真灵的证明化生，不可以道而论。故你我追求自在逍遥，却不可越道而行，就如经常提及的那般话语，随心所欲却不逾矩，生灵方可与道相伴，心清神松，其乐无穷。李长寿低头琢磨一阵，对着大法师做了一个道揖：多谢师兄解惑。善。大法师含笑点头，暗自捏了一把汗。乖，这小家伙具体悟到什么境界了？这才几百年，只要再修行个几百年，
下次出的问题岂不是？大法师扭头看脸再次陷入沉思的李长寿，嘴角抽搐了几下。是时候回玄都城养老了。李长寿和玄都大法师抵达金鳌岛时，金鳌岛上正是先来先往，流光不断。金鳌岛上无数的炼器士都帮赵公明到处送信去了。赵公明也提前讲明，他这次广邀好友前来金鳌岛上做个见证，是为了讲述他与金光圣母在道侣这一路上的尝试和努力，并宣布两个人正式恢复普通同门身份。大法师听李长寿说起此事也是笑得不行了，这般新奇事在洪荒确实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不过肯定不会有什么天道功德降临。大法师与李长寿并未直接现身，而是躲在了金鳌岛的角落。前者兴致勃勃地看着截教仙各种布置，后者则是专心思索该怎么才能拿走地府的大功德。功德今生可期，李长寿的心底却完全没有什么兴奋感。对于李长寿而言，帮后土娘娘解决七情化身的难度比杀足够数量的上古业障大妖还要难过100倍。这毕竟是圣人都难解决的难题。把这当作病痛，李长寿觉得自己最先一步要做的就是阻止病情恶化。但这如何能阻止？让六道轮回之事停下？天道不允，后土娘娘自身恐怕也不会答应。几个时辰后，金鳌岛上汇聚了1000多名截教仙。大法师看李长寿一直在凝神思索，在旁叮嘱道：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哪怕你帮不上什么，也不会有人怪你。毕竟这非你的责任，你不过是仗义出手。李长寿故意露出几分坚定的目光，低声道：为了功德也要拼一把。大法师哈哈笑了2声，抬手对着前方一点：看你的谁来了。李长寿抬头看去，便见天边云上泛起了一团云雾，3道倩影自云雾中缓缓现身，却是3仙岛3霄仙子尽数被赵公明请了过来。大法师问：咱们要不要现身？虽然应酬寒暄会麻烦一些。不必，我打个招呼就是。今天是赵大爷的场子，总不能抢了赵大爷的风头吧。李长寿轻声传唤：仙子，我与玄都师兄藏身在此关里，稍后还有要事去做，今日便不便现身相见了。云霄抬头看来，只是一眼就看向了李长寿与大法师的藏身地，嘴角露出微微笑意，对着李长寿轻轻颔首。李长寿我去，果然啊，还是自己修为不到家，有太极图遮眼传个声，这都能暴露了。侧旁琼霄眼珠子一转，轻轻嗅了嗅，嘀咕道：好奇怪，怎么啦？碧霄眨眼问着。有种白发老头的朽味儿。琼霄咂咂小嘴，云霄有些无奈地看向琼霄，柔声道：莫要这般调侃，他也有自己的难处。琼霄和碧霄对视一眼，顿时笑作一团。大法师抚掌轻笑，言道：云霄师妹的性情确实温柔啊。李长寿含笑点头，心底忽而闪过一道灵光，但是这灵光闪过的太迅速，他竟然未能捕捉到。当年后土娘娘身化6道轮回盘时，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做到的？这里面是否又包含了问题的答案？李长寿再次闭目凝思，任耳旁繁华喧闹，始终不受打扰。黄昏时分，分手庆典正式开始了。截教1000多名仙人聚在宝池旁，上上下下将整个宝池围了起来。几名前来捧场的圣人亲传弟子停在云端。赵公明先向前迈出几步，走到众仙围处的空地，对着四处拱了拱手，做了个道揖，朗声道：今日冒昧请各位同门过来，只
只是为了做个见证。若打扰了各位同门修行，还请多多包涵呐。此事本是公明与金光师妹之事，但此前便得各位同门关注，故今日请各位前来，一并将话说清啊。今日并无糟心事，自得逍遥一身轻。我与金光师妹外出游历。赵公明开始讲起了他与金光圣母的小故事，截教众仙都安静地听着。金光圣母很快也站了出来，言说自己已明了本心，对公明师兄太过敬仰，以至于想与之结为道侣。但两个人相处之下，却发现彼此并不合适。师兄，咱们去地府做事吧。想得如何了？只能先去与后土娘娘的七情化身接触一下，最好是与后土娘娘本身进行交流，看看能不能寻到一些线索。善。大法师身周道运流转，两个人坐在云上悄然退场。正此时，在远处的云霄仙子抬头看来，李长寿含笑摆手，云霄也露出淡淡的微笑，在李长寿身形消失之前点头示意。路上，大法师突然想到了一点什么，抬手摁住李长寿的肩头问：你与云霄相处如何？该不会也如公明师弟与金光师妹那般，觉得彼此相处完全不合拍吧？怎么都在担心这个呀？李长寿将话题引到了后土娘娘之事，与大法师谈论了一阵，已经是到了丰都城外。有大法师带着，赶路确实是方便了很多。两个人商量了一阵儿，决定就此事直接跟巫族摊牌，让地府阴司全力相助。当下，大法师放出威压，与李长寿一同展露身形，出现在了丰都城外那低矮的天空中。十殿阎君齐齐被惊，丰都城内外的鬼哭狼嚎之声瞬间静止，正在山顶大快朵颐的牛头马面哆嗦了几下。牛，我们是不是调料要多了会儿？不至于吧，这一点调料，大法师怎么都亲自来了？还好李长寿下一句是：十殿阎君，尔可知罪？牛头马面齐齐松了一口气，抱紧了各自身旁的调料罐。于是半个时辰后，李长寿先立后松，逼十殿阎罗说出地府忧患后土娘娘实情，提出会与大法师出手，看能否帮后土娘娘摆脱这般顽疾。论套路，阎君自不会是天庭水神的对手。十殿阎君不只是将地府这点秘密事无巨细的一并说了，还对李长寿感激涕零，仿佛把命就交给了李长寿一样。李长寿提出先去18层地狱下寻哀思化身，众阎君自是不敢拒绝，由秦广王和楚江王亲自带路，引李长寿和大法师入了18层地狱。一路惨烈的奇景无需赘述，他们径直到了18层地狱最底层。两位阎君解开49重禁制，踏入了一片天道之力无比浓郁的幻境，抵达了李长寿见过的那一片湖泊。大法师，水神，二位看过便知了。秦广王叹了一口气，面色颇有些复杂，抬手结印，4道身影自行前飞，进入了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中。前行不知多远，李长寿再次见到了那位蜷缩在湖面上的女子。秦广王和楚江王齐声禀告：大法师，雨水。唉。那趴在水面上的女子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一抹浓浓的道韵流转开来，让李长寿的道心几乎失衡。那女子一动不动，清灵的嗓音带着淡淡的哀伤：见我做什么？又何必见我？一切都是徒劳的，存在并没有什么意义。我的兄弟姐妹都已死去，我为何还要存在着？
两位阎君顿时泪眼低垂，沉浸于悲伤情绪之中无法自拔。大法师与李长寿已经是落在了这女子10丈之外，两个人齐齐做了一个道揖。大法师朗声道：娘娘，不知可否与我师兄弟2人相谈一番？女子趴在那儿动也不动，清灵的嗓音多了几分有气无力。没用的，不必了，回去吧。趁着天地还没有被毁灭，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吧。他说这些话时，深州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那一股奇妙的道韵，大法师都必须主动去抵御。李长寿在旁问：娘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帮你的吗？女子低声道：帮我什么？把我从这里放出去吗？外面不过是大点的囚笼，天地都是一场梦幻。我在这里很好，就这么慢慢的枯萎，慢慢的消逝。李长寿和大法师对视一眼，两个人同时点头，默契地迈步向前。趴在那儿的女子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继续默默流泪，白皙的肌肤更显柔弱，那黑色的纱裙似乎又象征着某种不祥。李长寿将玄黄塔收入元神处，盘坐在这女子面前，露出了温和的微笑，主动发起攻势。不是你让我来救你的吗？